最近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全网，一位中国高中化学老师发现，用国产阿司匹林做实验，竟然完全失败了。这不是什么小事，这背后暴露的问题可能会危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安全。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。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化学老师曹奎发现，2020年用拜耳的进口阿司匹林做实验时一切正常，但从2023年换成国产阿司匹林后，实验就彻底失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随后测试了北京、南京、沈阳等多个厂家生产的阿司匹林，结果全都不合格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大家想啊，一个简单的高中化学实验都做不成，这些药品究竟能不能治病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以阿司匹林为例，集采后的价格从原来的 1.2 元一片暴跌到了3分钱，降价幅度高达 97.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相当于一个100万的中国电动车突然降价到 2.5 万，你敢买吗？有人可能会说，便宜一点不是好事吗？且慢，让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数据。根据医疗界权威人士透露，2023年全国各大医院反映的集采药物问题急剧增加，降压药吃了血压不降，止痛药吃了还是痛，麻醉药打了睡不着，泻药吃了拉不出。更要命的是，去年12月30日公布的第10批药品集采结果显示，平均降价幅度超过 70%， 部分药品甚至降价 90% 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药企为了中标而降低品质，因为这个价格根本无法保证正常的生产成本。北京朝阳医院的心脏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直接在政协会议上爆料，现在的集采药不良反应明显增多，甚至出现严重过敏反应。而上海瑞金医院的郑明华主任更是直言不讳地说，医生面对病人的质疑很无奈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权。想想看，一个3甲医院的主任医师都敢在两会上公开抱怨了，说明问题到底有多严重。这哪里是在省钱，分明是在拿老百姓的命开玩笑。现在网上甚至还流传着一个黑色幽默，一个医院院长吞了一整瓶安眠药自杀，结果因为是集采药没死成，被抓了个现行。这个段子背后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，连想死都死不了，这药效也太差了吧。而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普通老百姓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你想用进口药，对不起，医保不给报销。你想自费买好药，抱歉，市面上都买不到了。一位医生不得不在美团上给自己的父亲买降压药，还把收货地址写在医院，把美团小哥都吓懵了。这不禁让我们要问，中国的医疗体系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连基本的用药安全都保证不了？要知道，2018年以来，国家号称通过集采节省了4400亿医保基金。可是拿老百姓的命去省钱，这样的省钱真的值得吗？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前几天，我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，现在做手术最怕的就是麻醉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集采后的麻醉药效果实在太差了。一个本该沉睡的病人，随时可能在手术台上醒来，有多可怕？我们来算算账。一台手术需要3种麻醉药：镇静药让病人睡着，镇痛药止疼，肌松药让肌肉放松。但现在呢，很多医生反映，集采的麻醉药效果越来越差，不得不加大剂量使用。大家想想，本来50毫升能完成的手术，现在要用100毫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病人承受的风险直接翻倍。更吓人的是，最近媒体又开始重提针灸麻醉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文革时期用的方法。为什么会重提这个早该被历史淘汰的技术？因为集采的麻醉药实在太不靠谱了。
我问过一位外科医生朋友，现在做手术还安全吗？他苦笑着说，现在看病全靠运气，能平安出院的都是运气好。这话听着多可怕！手术室变成了赌场，我们在拿生命下注。再来看看其他医疗器械的情况，一根普通的留置针，集采前是27元，现在只要3.08元，降价89%。结果呢？护士们反映，现在扎针特别费劲，液体还会分叉。一根原本30秒能扎好的针，现在可能要折腾10分钟。病人受罪，医护人员背锅，这就是集采的双赢。有人说，那我们自费买好药总行吧？理论上当然可以，但现实是什么？好多原研药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，剩下的进口药，医保基本不给报销。就算你有钱，市面上也买不到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新推出的 DRG 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，把每种疾病的费用都压缩到了极限。医生被迫成了会计师，天天算账，这个病人最多能花多少钱？超出定额，医院就要自己掏腰包。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一袋500毫升的林格液是手术中最常用的补液，现在才卖1.9元，比一瓶农夫山泉还便宜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像你去 4S 店保养车子，机油比矿泉水还便宜，你敢用吗？孕妇吃的叶酸片，现在集采价只要3分钱一片。网上已经有孕妇在说，宁可自己掏钱买进口的，也不敢吃这么便宜的国产叶酸。毕竟，这可是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医保局的领导却在说，老百姓不用担心降价后的药品质量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原来的高价都进了腐败分子的夹墙。好，我们来算算账。2018年以来，集采节省了4400亿，号称其中3600亿用于支持创新药。但2024年，中国对外援助预算是多少？12880亿。是不是觉得很讽刺？省下来的钱连对外援助的零头都不够。中国拿老百姓的健康去省钱，省下来的钱却拿去援助其他国家。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。一位匿名的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说，现在的情况是，医生只能开他们能开的药，不是病人需要的药。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医疗体系的悲哀。中国的医生从治病救人的天使变成了低价药品的推销员，而更可怕的是，这仅仅是开始。你知道中国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稻草是什么吗？就是大病时能找到靠谱的公立医院，用进口药和进口器械做手术。但现在，这最后的希望也被集采给毁了。说到底，中国老百姓的忍耐力实在是太强了。这些年，大家明明知道买的房子只有70年产权，而且质量差的可能连70年都撑不了，还是默默接受了。每年买车要交各种税费不说，还要面对密布的电子眼带来的年年罚款，大家也都咬牙忍了下来。去医院看个病要排队5个小时，到了医生那里5分钟就打发走，老百姓照样忍着。就连那些质量可疑的中药注射液在医院泛滥成灾，大家也都选择了沉默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家庭最后的保命机会。我们来看看数据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。但你知道一个普通家庭每年的医疗支出是多少吗？平均要花掉收入的8%至12%，这还是在有医保的情况下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骨科耗材的集采降价，平均降幅84%，部分产品降幅超过90%，只有运动员专用的耗材还没被集采。为什么运动员的耗材没被集采？因为他们对材料品质要求高。这不是等于明摆着告诉我们，普通老百姓用的耗材质量就可以不管了？
有人说，可是医保局不是说节省的钱都用来支持创新药了吗？来，我们算算这笔账。2018年至今，集采节省了4400亿，平均每年880亿，分摊到14亿人口，每人每年可能获得的创新药支持才6.3元。这点钱能买到什么创新药？根本连一片进口药都买不起。现在的医疗现状令人触目惊心。在大病治疗方面，进口原研药已经基本从中国市场上消失，高端医疗器械也被集采政策毁得一塌糊涂，就连能够替代的优质仿制药产能都在不断萎缩。更要命的是，连最基础的用药都出了问题，病人吃了降压药，血压还是降不下来，疼得要命，却发现止痛药不起作用，失眠的人吃了助眠药依然睡不着觉，甚至连最基础的化学实验都做不成了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！一个连高中化学实验都无法完成的药品，我们还指望它能治病救人？有位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：现在的医疗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，患者一进来就是在赌命，赌赢了你活着出去，赌输了家里破产都不一定保住命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按照现行政策，未来会有更多的药品被纳入集采范围，到那时，普通老百姓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。记住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，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中国人生存权的问题。当你的父母突发重病，当你的孩子需要急救，当你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我们连最基本的救命机会都保不住了。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滑向一个可怕的深渊，看得起病，但治不好病；住得起院，但救不了命。这就是中国人想要的医疗体系吗？中国的老百姓们，是时候醒醒了。